那是一个三足金蝉，然后目前是在人界经营一家破旧的当铺店啊。大家晚上好，今天我们播无罪之庭。无罪之庭前面玩到了，就是要分4个人去选嘛，就是分4，就是那个现场探索是分了4个主角，然后我们这是第1个主角，是我们这个女主。女主是直接回到了这个研究院啊，就是我们第3章那个案子的那个地方，打探到了有一个人有一个就是7岁的命，看到了吗？就是它这个机器，就是我们原来的红叶可以判断人的寿命啊，其中有一个比较显眼，就显示的是7啊。于是小姐，本人已将资料尽数解析，太好了，请问解析还顺利吗？如果你要问文件恢复比例，我不得不说它算不上理想。芯片中存储的大量影像数据已经因为载体受到高温灼烧损坏。不过幸运的是，你特别要求的那一张图片文件却是完好无损的，请看这里。这是出现在那个就是大厦里面的那个。虽然不是核物，不过律师小姐自然如此看重想必是十分重要的东西。我果然没有记错，这个半空中心形形状和骨灰上拍下的视频几乎一模一样。欢迎西韩洛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西韩洛说：“沙老板。”欢迎西韩洛，晚上好，爱你，爱你，爱你。图片的右下角还有日期和时间，2019年7月6日。等一下，这不就是7·6号事件当天吗？我和龙叔是在15点左右冲进去的。14点45，也许正是案件发生的时刻。依你看，这个图片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的呢？本人十分确定，机器人的摄像头内部绝对没有这样的图案，也就是说004的确看到了这样的情景，所以才将它拍了下来。如果芯片能保存完好，本应该是一段完整的视频，而在芯片损坏的情况下，只有这一帧可以看了，就像是视频中的截图一样。视频截图嘛，跟骨灰上拍下来的东西倒是挺相似的。7·6号事件的现场和天际贸易中心的99层出现了形状非常相似的心形裂痕。难道说被004拍到被骨灰长拍下的是同一个人吗？这是同一个人吗？这个裂痕能确定是同一个人吗？或许我想的太跳跃了，至少应该先辨别一下这光圈到底是什么东西吧。是特殊的相机闪光灯吗？还是荧光棒、手电筒之类的？不管是哪个，都完全不像啊。OK， 这个怎么看它是个人呢？我去。感觉像个物体，感觉像一个在什么东西上的一个物体，还是怎么着？怎么样？这幅图片是律师小姐所期望的结果吗？它的确是我期望的结果，但能不能派上用场，我现在也说不好。对了，趁您还没走，可以再多问几句吗？但说无妨。朱平江的过往，黄副所长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您已经在北所工作了很多年，准确地说是8年3个月027天。算有些突然，我想问您一些朱所长的陈年旧事。原来如此，请讲。朱平江是天盾组织第4级的干部象限，这一点已经被警方证实了。他创造了机器人003和004。Bro 的头像看一次，想笑一次。对，我整2.0的时候，我再整一个这个图像，换成2.0的新皮头像。同时也是5年前那次爆炸袭击的策划者之一。但我不能理解的是，他如何将004送往查家村替代村长死去的孙女呢？我麦应该开了吧 ？OK， 麦开了。这个行为无论对他还是天盾而言都是毫无益处的吧？律师小姐，请听本人一言。这话听起来或许像是事后诸葛，但我不得不说，朱所长他并不是那种会利用机器人进行爆炸袭击的人。机器人是他设计，是他做的，他是天盾高级干部，这没什么好狡辩的吧？本人接触的朱平江虽然脾气古怪，但对科学却有着自己绝对的执着，所以这个炸弹也不是朱平江放的了，他只是造出个容器，可能是被利用了。他或许憎恨世界，轻视人类，但可以冷却无情地剥夺无辜者的生命，但他对自己的作品却看得比一切都重要。青樱和红叶在他心目中竟然有这么高的地位，是的，本人难以想象他会放2部机器成为炸弹的载体，在袭击之后粉身碎骨。更何况他曾经说过，他是为了报答别人的救命之恩，才将这心血之作送往偏远之地，他更没有道理轻易将他毁灭。朱所长被什么人救过命吗？具体细节本人也不清楚，只是他曾经在工作时稍微提及。如果方便的话，您讲讲朱平江的过往。很多年前似乎遭遇了一些危难，受到某位极度危险人物的追捕。极度危险的人物是某位天盾组织吗？应该不是。朱所长所说的过往，在发生他仅有20几岁的时代，但是天盾并不存在。
那是30多年前呢，那个时代的危险人物恐怕我都没听说过吧？正在他逃亡到荒山。西韩洛说：“你好像就是走抽象的。”是的呢，是的呢，你太对了，没错，哥们儿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碰巧有一位中年村民向他伸出了援手，他在那位村民的庇护下，在山村中隐居了一段时，才逃过一劫。你这说的，莫非就是查家村村长查电光？本人不知所长平时极少提及自己的往事，这些话他仅在改造004才提过一次。至于他要如何用这机器报答当年那位村民，本人就更不清楚了。我曾经听到过朱所长和爷爷的对话记录，后面情节大概能猜到个大概。村长的孙女也是真正擦红叶，在1年之前病故。朱所长特意将004改造成红叶的模样，一方面是实验它融入人类社会的能力，另一方面说还好只是走抽象的，不是走狠活的。这 V 咋能走狠活啊？什么叫走狠活啊？另一方面是为了让村长，也就是他的救命恩人，在风烛残年之际仍有一位亲人陪伴。虽然难以置信，但大概这就是最合理的解释。用机器人替代亡故的人类嘛，这是只有他才会想出来的报恩方式。去年8月，有人潜入了一座中式小区，偷走了藏在其中的遥控炸弹。这是咱开局的啊，就是第一案啊，咱的新手教程官。而这个遥控器后来却出现在朱平章所长的房间里。我在想，如果派人窃取遥控器是朱所长没有智慧组织的擅自行动，或许他一开始就打算阻止天顿的报复计划，防止他的作品毁于一旦吧。这不无可能，可惜所长已经不在人世啊，再多猜测无法证实。明小璐曾经试图刺杀宇文英语，朱平江也打算制止袭击计划，可见天顿组织内部并非上下一心，或许正是我们突破的机会。黄村长的问题问完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客气了啊。好了，未来还有本人需要之处，尽管交代便是。您太客气了，我还有案子要忙，就先告退了，祝您一切顺利，也请替我给蓝小姐和白小姐问声好。一定，请慢走。不知不觉已经到这个时候了，好在我已经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龙叔那边的调查不知道进展如何了，搞不好他已经找出案件的凶手。这个咱们这边个人的这个探索就很少啊，只是去了一个地方。我以为会有段时间，但其实看起来每一个人其实就一点点。现在坐车门口，应该在天黑之前赶到事务所，赶紧回去交换一下情报吧。雷东雪篇已经结束了，最后的调查。OK。这是什么？我这还能调查呢，原来如此。该古时的主线已经完成。龙秋风啊，龙秋风是就挨个来吧，挨个来吧。这么看，其实每一人的章节其实就一点点。这是我们和就是刚才的雷东雪分开的时候啊，他去朱平江那个地方去调查，就是这个事情了，然后。龙秋风留下来，在这个案发现场进行调查，我有点忘了因为什么原因要调查。我遇到一件最不擅长的事啊，哄孩子。我一直感觉这个小孩肯定得成为关键证据，他绝对看见了什么东西，或者是反正有的没的，他肯定得成为证人。我真的，我个人觉得啊，无奖竞猜啊，他肯定得成为关键证人。这位好像是沙星姐的儿子吧？他怎么一个人过来了？你好啊，波波好啊，那你叫天天对吧？给我个面子叫叔叔行吗？和妈妈说，比他年纪大的人就要叫伯伯呀，明明比他小整整4岁，好神奇，叔叔这样子一点都看不出来呢。不说这了，你跟妈妈过来的吗？是的，妈妈很忙啊。老爹天天催着我吧，让我催着我让他抱孙子，但我这边一时半会儿是指望不上了，还是让我那不近人情的姐姐赶紧给我添个侄子或者侄女比较合适。啊哈，你还有个姐姐。原来你在啊！佳姐不是司法人士，跟你们打不上交道，所以没怎么跟人提过。我真不想到你姐姐会长什么样子。如果是和你一样的邋遢女性，简直没法看了吧？她确实属于没法看的类型。你这2天就一直带着孩子工作吗？我有什么办法？幼儿园早就关闭了，难道你想帮我带吗？这不就得了？托你们2位的福，姐姐我今天比昨天还忙，没空陪你聊了。你就继续自由活动，姐姐我先走一步啊。等等。又怎么了？我还什么都没说，你怎么又要走了？今天还有成吨的调查要做，还请沙星警行个方便。你想就去吧，只是方便不方便的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。喜欢有什么新情况也要向你赐教，我们的新情况有一大半都被你搞出来，你还好意思说？姐姐我真的很忙，一会儿还约了人，你想什么问什么快点说。OK， 那我看一下我们
我能不能出示？哦，这边每个人拿的证据还不太一样。刚才那个雷东雪的证据咱们这儿同步不了。上星期我就直说了，我们在庭上证明了99层可能有外来人员入侵，这一点警方可有任何头绪？这个问题你问的太早了，你忘了这大楼99层是什么地方了吗？外事部门调查审批相当麻烦，好那位公使先生非常配合，不过就算这样，警察也要等1个小时。在那之前别说是你了，姐姐我也进不去。啥？不是，不太像吧？不太像。这样啊。言外之意就是警方也接触不到其中的线索，这样的话至少不会为他们占了先机。外国重要的资料我是绝对没途径去查的，还往上星给赐教。就算你没有途径查，也经过这2天的调查和审理，难道没感觉到什么吗？要说的话，就是正道先生对这起案件的微妙态度，以及他们父子2人古怪的关系。打听家务事并不是律师的职责，不过可能很难看出他们2人不太和睦。只是不和睦嘛，那银河对他来说还是够客气了。这2天，天照民国方面一直在正道的授意下对我们的调查进行阻挠和监视。就算你也能看出来，如果他的目的是解救儿子，并不需要把事情做到这个程度。正道可能与更大的犯罪有染，这则谣言正在甚嚣尘上。什么？难道你意思是他和天遁？姐姐我不会为没有确凿的事情下任何结论。他和天道有没有直接关联我不知道，但他和天遁的成员却有些渊源。有操，很细节啊。本来的死者对咱们是老熟人，他的背景警方一直有所掌握。林小璐、惠里香是孤儿出身，曾在天照民国街头流浪乞讨。他的人生转折点是被当地一个大户人家收养，这个我也所耳闻。难道找到他的养父母了？没有，他的养父母把信息藏得很完好，警察一直查不到。而这个案子发生，却让我们对这个事件有了全新的思考。哦，不会是被他们俩收养了吧？那位正道的妻子名叫海江田直叶，而在她嫁入海江田之家之时，有着另一个媳妇，那就是林小璐。什么？那他那位夫人现在身在何处？根据警方查到的资料，那个江海田早在很多年前就因病去世了。天照民国的合族姓氏的这是怎么念的？合族姓氏有限，人口也没那么多。林小璐算是一个相当罕见的姓，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？正道不愿配合警方调查前提下，我们也无法深入。不过有这一种可能性存在，你我都要长个心眼儿。如果林小璐、惠里香正是正道妻子所收养的女儿，那正道就是他的养父，银河岂不是他的兄弟了？我一直认为银河和林小璐认识，但没想到连正道也卷入其中。在调查结束之后，有必要再去问问他们。好了，姐姐，我这次这样走。老规矩，刚才这些话我们都随便聊，上不得台面。OK， 我们都不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了，做事要有计划，更要有目标。希望你不仅仅是平时一腔热血要把案子查到底，之后的打算一点没考虑过一点都没考虑过就好。申请入群了。OK， 该怎么做也是心里有数。那行，我先去别处了，你呀，好好加油了。待会给你家小律师问个好。欢迎龙泉沙 Sense 下划线 CH 进入直播间。山仙姐说的没错，凭我和东学的努力，确实可以将真相揭露。但那之后呢？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和他背后的力量对抗吗？还是说阻拦我们面前的不仅是看得见的一点，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？算了，此时此刻东学已经在行动了，我没有理由为这种胡思乱想止步不前。一说山仙姐拿到了101层调查许可，赶紧过去。OK， 直接我们进行一个调查啊，让我大调查一下，快，让我大调查一下。101层仍有不少警员，不过他们表情比昨天稍好一些。虽然获得了调查许可，我还是轻声漫步，比给人家添乱为妙。什么人竟敢在这防卫公务？这是果然是最后一章啊！所有人都要都要出个场，好家伙，让本人呆住了视野。我的耳朵，果不其然是你啊！鬼鬼祟祟的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视野，我是本案负责的律师，获得你顶头上司的调查许可，为什么不能在这里？副局长和我说是可以放个帅气小哥进来，你哪里符合条件了？那家伙不就能下达一个明确点的指示？本人再次向副局长确认，你续下的这些捣乱，尤其是不能破坏东西。OK， 找他套情报啊，好久不见啊！
好久没见啊！这么一说，真是久违了啊！本人在此期间一直兢兢业业恪守岗位。鬼鬼祟祟律师你也没变啊，专挑绝不可能胜诉的案子来接。哇，这个抖肩太戏剧了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那个议员裁判啊？这个抖肩太戏剧了，我去。这就不用操心了。不过你真的有在恪守岗位吗？我已经好几个案子都没来见你。本人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，怎么会随随便便出现在案件的现场？有这么忙吗？那你都做些什么？比如说帮副局长大人带孩子啊，给雷姐收拾办公室，听从陆检使唤，替他扮演钢琴。还有，你不是有编制的正牌刑警吗？怎么会被做这种事？本人是为了促进警检两方友好交流，付出努力。明明是因为你太好说话，所以各种不相干的人都把你当瞎子。即使本人去应聘保姆一职，绝对不会输给任何人。既然你这么擅长帮助别人，一会儿的调查就请你多多关照了。本人有自己的原则，能帮就帮，不能帮的你就是用刑也不会答应的。总之，本人绝对不会输给你。现场搜查有什么突破性进展吗？这你就问对人了，本人对现场情况非常了解。谢尔公听啊，昨天之后又调查了整整1整天，没有任何进展。这个101层除了几根承重柱以外，没有任何遮蔽物，整个场景简单的要死。本人再怎么调查，也不可能翻出新东西视野。先确认一下，这里确实是案发现场吗？没错，虽然被告擦掉了地上血迹，但我们使用卢米诺轻松还原了现场。检验科里的取样也证实了地面残留的血液与唾液的混合物。血液和唾液的混合物嘛。是的，本案的死者是受到内伤死亡的，子弹并没有击穿他的身体，因此他留下的血迹都是从口中吐出的，完全符合我们还原的情况。啊，误解了。这一点应该没什么意外。那子弹弹道分析和入射角度呢？你们有结论了吗？这个你仔细看看窗户的蜡洞，你有见过这样的弹孔吗？那是那种新式穿甲弹留下的。这个弹孔形状过于奇特，根本没有办法勘测，所以弹道分析只能放弃。什么？忘了？你再给我复述一遍。李小璐身上有2件微妙的东西，下回还有局里接着调查呢。过这么久，尸体调查说不定就有结果了。OK， 尸体补充情报。当时军医，哦，你是军医出身。死者还有2样东西没有调查完，你们现在可有什么发现？亏你还记得，本人已经把他情报递送上去了。一个是一枚遥控器，一把是短刀。遥控器是上次青鹿山里面来遥控炸弹那个吗？不错，这个东西的外观警方已经非常熟悉了，一看就知道。可是遥控器对的炸弹不是已经爆炸了吗？林小璐为什么还要把它带在身上？总之，这个证物资料我先记录下来。我看不出它和之前样子有什么区别，恐怕换了洞穴也一样。既然是美军使用的高级装备，应该很难伪造吧？不知道林小璐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。这把双开刃的短刀我也很熟悉了，林小璐在青鹿山中就使用过它。不过两者并不是同一把。OK 啊，准备了很多把相同型号的。它被藏在了死者防弹衣内的夹层，刀柄上唯一的指纹也是前几天留下来的。也就是说，死者当时并没有偷出过这把刀。哦，没有动过的短刀。是不是林小璐想杀人啊？是不是林小璐想要杀正道，但是被正道反杀了？然后呢，我再斗胆猜测一下啊。然后呢，银河作为正道的儿子，想替父亲认罪，所以才来的，或者说是去101，他知道这事儿，然后去101层，然后被撞见了。然后他去抵罪了，又或者是父亲强迫他抵罪，反正就是不知道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吧，可能是这么个事儿。或者说银河没瞅见现场，等他来的时候林小璐就已经死了，然后他是要给林小璐钱的，但是正道可能是想让他死，然后林小璐也想杀了正道，拿了银河的钱，也有可能是这么个情况。我现在严重怀疑正道有非常大的嫌疑。调查啊！之前咱们不能调查这里，现在可以调查了啊。有个黑色的东西，窗帘吗？遮光罩。哦。那之前那个，这个，有可能就是遮光罩，对吧？你仔细看看，可能是遮光罩。遮光罩上有一个心形的裂痕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
这些遮光罩用黑色碳纤维复合材料做的，可以吸收90%的光照。降下来的时候可以把阳光挡透透。他来到时，遮光罩是关闭的，有人突然打开了它们。既然你试验过，它们的开关在哪？总开关在100层的配电室。遮光罩末端安装了电子接收装置，可以远程操控。遥控器是唯一的，这唯一的遥控器就在被告身上。哦，所以果然我猜的没错，可能林小璐本来是想杀人的，但是不小心被人杀了。这个事儿应该是确定了。遥控器的指纹呢？将这部遥控器放在自己的宽松衣物中，经过长期的摩擦，指纹已经没有了。整个层一整个层360度封闭式被这个落地窗环绕啊，这有着相当高强度的钢化玻璃啊。这弹孔你仔细勘察过了吗？当然，这么重要的线索本人怎么可能漏掉？弹孔的数据飞查大人已经报告过了，今天没有发现更多情报。因为弹头一直在震动的缘故，玻璃上开了一个大的不像话的枪洞。由于这玻璃本身极其坚固，没有留下辐射状的裂痕，这样一来想靠它进行弹道分析确实困难。你知道就好。被告的手枪在案发时一共开火2次，他肯定是一发打到玻璃上，一发打中了死者。这家伙可能还不知道天台内侧的硝烟反应，不过告诉他也没有用。银河声称自己他捡起枪时曾为了自卫开过一枪，显示他不是杀害林小璐的凶手。这段也很疑惑，就是银河应该确实开过一枪，但他为什么开枪这块，我感觉像是假的。我感觉可能是假的，就是他可能是什么呢？他爹开枪杀了林小璐之后，他为了洗清他爹的嫌疑，他知道是他爹杀了林小璐，所以他为了替他爹认这个罪。Bro 玩游戏怎么还要这么费力？什么叫这么费力啊？我没太懂。然后他就对空开了一枪，就对空开的这一枪就射到这个击穿这个玻璃了啊，就是这么的个事儿。那么他这一枪就应该击中了玻璃，而不是冲着林小璐开火的另有其他人。这一层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藏身吗？比如天花板或者地板上的暗门之类的？怎么又是暗门 ？OK， 没有等高的射击平台吗？你又不瞎。我现在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高啊！这是案发后的第2天了，警戒依然在现场布置啊，这和案件发生几天没有关系，这些警戒线本来就在这里了。开发商机密哦。OK 啊，这边是探完了，该调查的地方都调查过了，我真看不出来凶手可以藏身在哪里。别说在意的是，果然还是现场的弹道啊。林小璐被枪击的位置是这个血迹被擦拭过的地方。我的直播卡了吗？我为什么看我的直播是卡的？欢迎龙泉沙 Sense 下划线 CH 进入直播间。不是能看到我直播吗？我靠，我为什么有了？吓我一跳！我去，我说我自己看我直播卡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等会儿啊，先站在这里别动，只做个记号，什么意思？幸好在钥匙扣上挂有一支激光笔，把它穿过弹孔，从这边照回刑警的话，能锁定一个大概方向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伸过去的激光笔怎么瞬间小了半截儿？这玻璃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这玻璃难道是可以缩小周边场景的凸透镜吗？就像这望远镜的镜片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。哦，究竟是做什么用的？感觉这里好空旷，空旷是不假，除了几个承重柱以外，什么都没有。想把它布置成一个360度环形观景台。哦，这一层是布置成环形观景台的，为了保证视野，所有的玻璃都把外面的物件缩小的功能。
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有这么大弹孔，不如直接往外看看吧。哦，往外看了。等等，这什么情况？这好像是检察院所租用的创世金融大街，不会是从这边直接狙过来的吧？我们在建筑内部向外看时，这栋大楼明明看起来非常遥远，那实际距离只和这里隔了一条街嘛。因为是全新的建筑，警方一直没能拿到更新后的平面图，再加上这一层的视野中确实看不到临近的等高建筑，警方就没有确认。啊，但仔细想想，两栋楼距离应该不远，今早给雷检擦完桌子就直接步行过来了。哦，金融大街一共有多少层？120层。虽然比贸易中心矮了不少，但101层的高度是可以达到的。这样一来，不就存在与现场等高的设计平台了吗？似乎有一扇窗户是打开的。哦，我要去对面的金融大厦看看，麻烦陪同。那这个警方从来没有调查过的地方，我以律师身份取证恐怕难以服众。案件转入了外国政要，是两个国家关注的焦点。我能不能找到真相，维护我国司法界颜面，就要靠你了。OK 啊。那有可能杀死林小璐的人是从这个大厦射进来的，然后那这样子的话，银河为什么要开那一枪呢？有一点匪夷所思了。还是说他有可能知道射杀的人？那这样的话，可能得稍微改一改。正道可能没有去现场，他应该是远程去狙了。那他应该也不会哦。这样的话，狙击的话，可能不是正道本人了。可能是他雇一个人什么之类的，然后银河大概知道是他爹杀的，所以为了保护他爹，自己开了一枪，去证明自己有这个嫌疑，让自己有这个嫌疑，有可能是这么着。雷夏兰和陆春潮的办公室应该在大厦3层。OK， 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的？金融大厦的101层是一家名为胖熊吃杯的美食借贷企业租用办公室。公司基金周转出了问题，集体跑路了。近2周之内，这一层都空无一人。OK， 调查。普通的过道，周围是落地窗，采光很不错。这个窗户很引人注意啊！从这里对面眺望可以看到天际中心111层的内部情况。由于对面玻璃的情况，内部陈设还被缩小了一些。我们必须在这里完成一项调查。哦，应该是看看能不能够到，就是射到那个完成射击吧。一系列很完整的落地窗，阳光透过玻璃照着过道。OK， 咱们这块已经调查完了。这件事想拜托你，有什么事尽管吩咐，可不可以帮我调查一下窗口的硝烟反应？我想到了一个全新的可能性，如果你没带试纸的话，我这里还有。结果发现真有了。虽然我对这家伙大部分依靠听了大嗓门和好忽悠2点上，不过涉及到工作室，还是一点都不含糊啊！试纸真的有反应了，虽然因为时间关系反应很微弱，但这个地方确实有硝烟的痕迹。果然如此，这栋大楼有监控吗？大部分楼层是有的，不过本层的住户已经跑路了，所以物业早就把他们的电闸切断了。真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。你知道这里到对面楼的水平距离多少吗？要了份街区平面图。OK， 最短距离是58米。什么？竟然只有58米吗？OK， 凶手杀害林小璐的过程，我心中已经有了眉目。但如果真相正是我所想的，却有一个环节是完全说不通的。那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如果想要射杀的话，欢迎兔幺零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欢迎我被吐槽 L 下划线，欢迎我被欢迎吐槽君晚上。西韩洛说：“爱你 ，bro，爱你 bro。”那现在的话，
这么说的话，就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怎么能够保证林小璐站在该有的位置？因为他如果是从这个地方远距离射杀的话，他可能需要保证林小璐站到一定的范围之内，不然的话他可能不好杀。再加上他不说了吗？整个镜子是并不是就是会对这个里面的东西放大缩小，就是外面看里面会小，里面看外面也会小。所以他必须得有一个保证，就是他得保证林小璐站在自己能射击的范围之内，不然的话他在远距离射击不了，他有可能会被那个柱子挡住什么的，他就必须得站在那个不被柱子挡住啊能射击的角度。对面的99层我们已经拿到了调查许可 ，OK。好的，如果你有一天被捕了，一定要找我辩护。OK 啊，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关键啊，就那个新型的裂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得研究明白啊。可昨天下你这里多了不少四处调查的警员，玻璃外侧我已经被调查过了，没必要再看了，赶紧进去。负责律师啊，是副局长吩咐的。哇塞，您大驾光临，让本人蓬荜生辉，请您拨冗进入查看啊，本人不胜荣幸。客气，我进去看一下就好。您请。啊，路上警员都在毕恭毕敬的看着我，有后台感觉就是不一样。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，然后能看到这个窗子是开着的，就是射击的那个窗子。这里头这么干净吗？而且这屋子有点小啊。这个外交官这地儿看着也不大呀。99层阳台的窗户往对面望去，还是可以看到创世金融大厦的。如果来早一点这里调查，就能早点发现对面距离的异常。这个窗框是怎么回事？领馆不是还没用过吗？窗框看起来可不太新，上面似乎有一道一道的痕迹，是被什么压过一样。是用绳索在窗框绑了某种重物吗？这块有点想象不到啊。对，一般重物可磨不出这么严重的痕迹，得是特别重的才行。特别重，特别重，岂不是什么？是尸体吗？尸体能算特别重吗？虽说大楼才刚刚剪彩，但这建筑并不是一天两天才，并不是一两天前才完工的。由于长期无人使用，过道地面还是避免不了积了一些灰尘。远处角落里挺醒目的鞋叶，看起来属于骨灰瓤。看来没什么信息啊。如果真有入侵者从外部进入，昏暗的过道应该是必经之路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块还没想到。他这难道是什么？我这根本就想不到。一个重物，如果真凶所在并不是这栋楼，那他大可以在开枪之后直接走掉。为什么？哦，他不会是这样吧？他有可能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呢？他先开枪射杀，然后他在这块搭了一个缆绳，就这块窗户一打开，弄了一个缆绳，然后他就唰，他就过来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听到那个声音。我看看啊，有没有什么？当时说了有一个声音，好像现在没有了，反正就是，听到说是有一个撞击声，还有嗒嗒嗒的声音，好像是有个撞击声，我有点忘记之前了，所以有可能是从这块，比如说从高处往下系个绳子，呱过来，然后有可能是人过来，人直接滑到这边，然后出来的那个声，然后上来之后有那个嗒嗒嗒的声音。难道这个人有某种不得不回到现场的理由？那就证明一点，他是来这里参加宾客的来宾之一，这不就锁定范围了吗？你看我天才，我操！还说射杀林小璐的和入侵99层的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人。OK 啊，
这块也是哦，咱还得去趟银河找趟银河，我还以为你这章就结束了。OK， 哟，别再不想说话方便吗？我已经等你很久了。请问你要找的是金色的银河菌还是银色的银河菌？真的，现在来之前我有些事情必须要问问你。还谈不上，明天我能做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你的配合。西韩洛说：“好，晚安 bro。”晚安 bro， 晚安晚安。欢迎 Kim12进入直播间。晚安，欢迎12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西韩洛说：“爱你。”晚安晚安，明天见，明天也不播。关于今天的庭审，我就直接说了，今天法庭上检控方提出了不少对你不利的证据，尤其是你处理尸体的那部分。如果你能早点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至于这么被动。对，明天早上我可能也会播，但是我可能还没想好，我是在这个号播呢，我还是在我的大号播呢，还没想好。我可能想在大号播，因为可能想早起一边吃早饭一边把 MMD 做，然后晚上的话9点接着播。那我要狠狠的群里拷打你。西韩洛说：“大号。”是的呢，你搜这个龙泉沙，你能搜到另外一个号。西韩洛说：“这个是你小号。”是的呢，是的呢，你如果搜龙泉沙，你能搜到另外一个号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我能理解你有难言之隐。我在律师生涯中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委托人，但死者的特殊身份已经让本案舆论关注程度再升一级。这么大压力下，明天审判长一定会对你宣布最终审判，我们没有继续打马虎眼的余地。这么说倒也没错，今天还得谢谢那位古先生，不然本人可能已经定罪遣返了。关于他借证词引出99层入侵者，我今天的调查中已经找到了我的线索。还是个悍匪。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头像特别抽象而已。所以就选了这个，而我剩下的疑问都集中在你的身上。银河君，事到如今，你必须要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，必须得是一切嘛。本人可以聊聊处理尸体的事情。那件衣服比我想象的沉得多啊，扛到楼顶简直累出翔，有没有？我说，行了，我先睡觉了，晚安。晚安晚安，作息真的很健康 ，bro。9点半，那个重点在哪？虽然处理尸体也很重要，我希望你能说出全部内容。因为一旦走出了看守所，我就会像今天上午一样再无交流的机会。我不希望明天输得不明不白。不去用您来发问，我来回答好了。你昨天的反应还是我们法庭上的举证，都表明你与本案死者林小璐会长其实是认识，不应该是认识，应该是关系非同一般。现在一上来是这个问题，我们的友谊小船要翻了吗？我没在和你开玩笑。你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回避关于他的问题，就算你不告诉我，检方那边会查出来端倪。你和林小璐、护理长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案发时你们为什么会在101层见面？请你说出来吧。本人不能说，就算你再怎么逼问也不行。OK， 要使用这个真理圣剑了吗？果然，这是何武龙所长，软的不行，敢用武力了吗？本人可不会示弱啊。OK， 这是哪里的话，年轻人就该有点闹不住的精神才对吗？我没有时间一点点和他兜圈子，打开现在剧本其实很简单，我先保存一下。他和林小璐接触的铁证是存在的，与其用语言威胁，不如直接让他指出证物，应该就是那张卡。对，应该是这张卡。这个应该当时在法庭上确定了吧？看这个，这张卡的所有者是你开户的时候就在最近。OK， 就是这张卡。我在今天法庭上已经证明过是你提供给林小璐的资助。这位贫困人士可是受到全世界通缉犯，连这种人你都要义不容辞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会理香可不是那种啊。
你也知道，本人这些年为您提供了不少关于天盾的情报，这样必然会引起那个主流的注意，本人受到了威胁啊。此事干系重大，本人无法透露啊。我去，我现在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，不会林小璐、惠理香是个他们这儿安插的间谍吧？我靠！本人迫不得已才听从他们的指示，承认啊。哦，他是一刀用刀，这是谎言，根本没有对防范实现证据，就是这个刀没有出去过。这个，林小璐是投掷利器的杀手，这一点我在另一个案件中已经见过了。在逃亡中，他一直将趁手的短刀随身携带，这不是当然的吗？不过我掌握的情报来看，这把短刀可是老老实实的躺在他应该在的位置，从来都没有掏出来过。如说他直到死亡前，你们之间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。林小璐处在如此绝境，却可以和他单独见面，便让他放下戒备。银河，你到底是他什么人？现在可以说说了吗？就算我和他认识又如何？林小璐、惠理香是我国名噪一时的体育明星和民国偶像、国民偶像，本人在社会上有点地位，和他有所接触也再正常不过。泛泛之交，如果一个泛泛之交人死在我面前，或许有些愤慨，但绝不会为了他伤心欲绝。伤心欲绝，这是哪里有体现？我看看啊。目前好像没有吧。等一下，这块得保存一下，我有点思路不清晰。情况呢还有别人，曾经为林小璐伤于绝人就是，我靠，我操，这我真不知道，他吗？这个名叫窦子荣，至始至终都认为林小璐、惠理香是个好人。他虽然没有走出电梯，但却清楚地听到了你的哭声。你还不断地重复的是我杀了你，是因为你对他的死感到愧疚吗？哦，所以他说是我杀了你这句话，其实是，应该是觉得他把林小璐、惠理香就是引到这儿来害他死的，应该是他让林小璐、惠理香来这儿了，但是却因为他死了，所以他才说出这句话。已经没有直接和他关联的证物，这可麻烦了。哦，应该是那个这个，看这个，林小璐有一档东西，从5年前他就开始非常珍惜，因为项链中有一张中年女性的照片，她可能是对林小璐非常重要的人。即使林小璐处于逃亡中，123次元人进入直播间。欢迎123次元人，晚上好，直至离开人世时都将他带到身边。那么我的问题就是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是吗？他到死都。我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隐瞒与惠理香关系，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原谅我。但你如果问的是这个人，我不可以说话。哦，这个人名叫海江天直也，是我的母亲。如你所说啊，我和惠理香从小就相识啊，既然到了这个地步，就不隐瞒什么了。本人不能对着母亲的遗照胡言乱语，包括那个人他究竟做了怎样的事，我也一样告诉你。OK， 终于吐露实情了啊！林小璐原是我母亲原本的姓氏，作为她的养女，惠理香就随了她的姓。在我们国家，生养来的孩子一般是随父姓，为什么他会随母姓？那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怎么会允许一个流浪儿走进海江天家的大门？欢迎 JXSGKQ 进入直欢迎播间。JXS， 晚上好！现在在播《无罪之庭》的最后一章啊，已经是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天的搜查了，基本上已经快到真相大白的时候了。那个男人从来没承认过她是自己女儿，其实到现在也一样。那我先不提他，所以林小璐、惠理香其实是你姐妹。
按照出生日期，她比我年长几个月，算是我的姐姐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就算没有血缘关系，我和她也有着极深厚的感情。我的母亲与惠理香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如果没有他们，也不会有今天的我。当然，可是我却没能保护好他们，两个人都没有。要不是那个人他的野心，我的母亲绝对不会死。那时还在这里留学的我，就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那警方提供的记录，正道夫人应该是病故。病故，原来那人是这样粉饰的。你可知道，很多年前，天照民国发生一起高官遇刺案件，是贵国财政部长在车里遭到了枪击。当年新闻报道过一些。当时时任财政部长的就是正道呀，什么行刺，说什么行刺都是笑话。为了往上爬，诸葛无能的出人，他什么事都做出来。正道这个人，他想爬上总统的位置，所以他策划了一出戏，要演给全国人看。没错，那个人为了上位，用尽了所有肮脏的手段，他的所作所为我都清楚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他为了仕途可以牺牲掉母亲的性命。但是他的得票率一路下滑，急需一个爆炸性的事件往回推时，他可以瞒着我们，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混账，他雇佣了枪手，计划对自己的坐骑进行射击。这种行为换来的支持力有什么意义呢？我母亲当时真的，她看到了隐藏在树中的枪手，以为他真的遇到了危险。子弹飞过来时，他不顾一切挡在了那个畜生的面前。他倒下去的时候，我没能在他身边，他就这样被一发根本不会命中的子弹夺去了生命。要不是惠理香电话，我根本不知道，我没能见上最后一面。哎，我靠！哎，我操，他苦死我了！我靠，太重要，我脱不面具了。大概是为了让媒体拍到他最自然的反应和表情吧。母亲奄奄一息的时候，是惠理香在医院陪着。当年照顾母亲的时候用的手帕，他一直留到现在。他说母亲所托要照顾好我，结果我没能想到，他竟然最后走上了这条路。所以他加入了天盾。没错，我想他可能是不能原谅这个男人吧。副总统的力量以一介平民是不可能撼动的，想要制裁他，只有依附于大型犯罪的组织了。当年就算母亲已经躺在医院里，那个男人也不见踪影，他只顾着他的一路高升，青云直上，带着无数人爬了上去，看都不看一眼。现在不也是吗？他现在可以如愿以偿了，等着现任总统挂掉，他就能夺揽大权了。说是为了疏通关系，都是冠冕堂皇的借口。他连母亲都可以卖掉，怎么会在意我的死活？如果我被判有罪，他才会偷着笑我。如今惠香不在了，他的最大障碍也没有，我什么也都没有。就算我们的对手是只手遮天的副总统，也并非毫无胜算。毕竟这里可不是他的地盘，他的力量再强，也只能对我们施压，却不能直接干涉我国的司法。现在事情还有转机，如果你进一步配合，我还能打破僵局。欢迎既然你承认了，兵进入直播间。欢迎二阶堂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现在在播《无罪之庭》的最后一章了啊，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天的搜查。既然你承认了和死者关系，我需要你好好保留的复述以便自己在案发当天的行动。这很容易，案发当天。可我偏偏在这种时候，果然啊，他爹又过来了啊。怎么，你愿意听人恶意重伤，却不愿意相信我们给你买的保险啊？江海天先生，这是我为令郎明日辩护所为的更大筹码。这里没有说话地方，我操，这么狠吗？还没来句银河道别，我已经被正道的保镖请上了车啊！幸运的是，他们只是送到楼下，没有进入事务所。我已经取得了银河信，正准备接触到案件的核心，却再次被正道打断啊！如今看守所已成禁忌之地，我能做的已全部完成了。OK 啊，返回事务所和他会合，龙秀分篇结束。OK 啊，我去接杯水啊！开播之前忘接水了，大家稍微等我一下，我去接杯水，哎，我操！我刚才不会没录制吧？我是你妈妈，还是我录成2段了？啊，我录成2段了！我靠！我刚才手贱把停止录制点了个停止录制，我操！
OK， 进入雷夏兰的搜查篇，这回是检察官这边啊，咱们之前还没有操作过检察官，这算比较新鲜的。欢迎只有红茶可以吗？点进入直播欢迎间。只有红茶可以吗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欢迎来到神杀直播间。现在在播，这个无罪之庭，然后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天的这个搜查。只有红茶可以吗？点说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那两个律师本就来就不是省油的灯，刚才部下开了会，让他们打起精神来，我又差点打碎一张桌子。收下来那个不爱说话的小鬼去哪儿了？算了，毕竟他是陆老师的儿子，应该不会做出什么不靠谱的事儿。收集证据。你这块呢？哦，你这块有一个这个检察官徽章，不需要的证物已经放在抽屉里，现在就出发。你他妈的就没带证物，我真服了。哟，刚才那个是正道，他不好好在领事馆里躲着，跑到这里干什么？今天审理中有人明确提到现场目击到他，我很讨厌和政界人士打交道，既然遇到，尝试搭个话吧。你挺勇啊！请留步，江海田先生。你好，我是负责本案件检察官，想必您是知道我的。不是你可我配合一下，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。怎么？作为一个政要本人还有药物在身，没必要配合贵国检方询问的义务。可是据知情人士透露，案发当天您恰好就在现场。本人当日受邀参加剪彩仪式，不出现在现场有何不同？你说的不只是这栋大楼，而是案件发生的，以及阁下未经任何手续就贸然要求本人配合询问，是不是太没规矩了？不必着急，阁下想知道，本人会在法庭上一一说明啊。正是如此啊，哥们儿啊，你完蛋了啊！不停就给你拉下来啊！正道先生，如果你准备明天出庭作证的话，我作为本案负责检察官是有义务且有权利了解您证词内容。其次，我没有正式成为证人，也就谈不上接受你的任何询问。你这样回避问题，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您的证词中会出现经不起推敲的内容呢？本人走上证人席是为了更好促进两国司法系统的学习交流。如果雷检有何意见，可以直接请示，本人实在没空。原来如此，受教了。欢迎本案的被告犬子给贵国带来许多麻烦，也算本人教育失职。本人十分清楚，本案结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与贵国的往来，但请阁下放心，我国2年常年交好，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事件受到影响。他的言下之意是，如果必要的话，他这个儿子可以舍弃吗？我不属于外交部，两国关系的问题，您对我说没有用。光是两国关系的问题，本人对你说出的任何问题都是没有用的，不是吗？本人事务繁多啊，先失陪了。真是不爽至极的一次谈话。OK， 你也要去101层。哎，能去个99层和101，那先去99层吧。OK 啊，哪也不能去啊，这时候还没开门啊。昨天乱象都已经收拾过了，这些情节手脚还挺利索的。因为案件才刚发生，现场的勘查已经全部完成了，不愧是沙姐的部下。鼻涕了也快要过年，上头人本来就没事儿干，现在突然爆出这么一桩国际大案，一双双眼睛都盯着我呢。就这麻烦的父子害得姐姐我都没时间陪宝贝儿子了。本来想借年前清修复一下和冬雪的关系，这案子被搞得泡汤了。虽然说有点公报私仇的原因，但我真想让他银河吃下苦头。OK， 这份报告，反正你要的是挺重要的，我两边可都不敢耽误。咱们已经讨论过了，这案子越挖越深，越来越麻烦了。案件发生在这种特殊的时间点，死者是这样的身份，还牵扯着一堆国际人物。可不是嘛，特别是这把霹雳枪的
特把阿健的配枪，我看到的时候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那把枪应该是761号事件以来第一次浮出水面。没错，阿健的配枪在这5年间一直不知踪影，现在看来应该是凌小璐一直带着。当年我并不在法庭中，凌小璐是怎么拿到这把枪的？他的身手确实高深莫测，也怪我们大意被他切断了电闸。你也知道，法庭是个没窗户的房间，即便大白天没了电力也会漆黑。如果他在夜视设备撑了跑进来，我们桌上摆的证物对他而言，下划线沃特麦伦下划线进入直播间。欢迎沃特麦伦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感谢沃特麦伦赠送的口水黄豆。收到来自下划线沃特麦伦下划线。等一下，我记得那家伙根本就不会用枪吧？谁知道呢？我一直都认为。欢迎艾若恩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欢迎艾若恩。没想到证明这一点却是他的死亡。因为他是被通缉之身，没办法从别处搞来武器，只好拿这把一直保存的老枪防身，好像也说得通。或者说不定他早就把配枪交给了别人，然后再经过某种途径转移到了银河手里，大概这样吧。哦，但这样的主张会对检方非常不利，我是不会在庭上主动提出来的。不管银河是什么身份，会在这种情况下射杀林小璐的人，绝对不会与天盾无关。抛开案件的内部不谈，现在的现场已经被调查的八九不离十了。所以今天2个律师提出的矛盾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但你我心里都清楚，他们提出疑问若不解决，这个案子是不能草罪宣判的。当然，让案子不清不楚的落下帷幕，可不是你的风格。谈到这里，我们来聊聊案发过程吧。虽然不愿承认，但我们昨天例证确实存在问题。如果监视主张银河在101层连续开了2枪，那189层的硝烟反应就无法解释了。还有那个99层所谓的入侵者，你有没有调查到什么？按照我们现在的推测，银河先一步抵达贸易中心等待死者。当死者抵达101层后，开枪将他射杀，并对司机做出了疑似忏悔的发言。接下来，他将尸体搬运到了189层的天台。整个过程有大量的现场痕迹和2位证人的目击证词佐证。唯一的矛盾点就是189层的硝烟反应。我想了很多种可能性，但无论哪一个，都和现场的枪支数量与开火次数对不上。我当然知道被可恶的律师抓住矛盾推翻全部主张，我又不是没经历过。可千万别告诉我，杀死林小璐的人真的不是江海天银河吧？你这检察官在说什么呀？怎么事到如今竟然想给被告开脱了呢？反对！你姐捏一下怎么就反对了？我已经29岁了啊，上姐你是孩子的妈了，能不能稍微成熟一点？总之，银河依然是本案的最大嫌疑，我不打算改变这个主张。是吗？那个龙姓小哥刚才已经来过这里了，听我的部下说，他在这层惊叫了一声，好像什么重大发现呢。我看明天他们会有充足的弹药等着你，可要做好准备了。尽管放马过来。你这闹半天，这一点证据没拿呀？你这不废物吗？这不。一晃5年过去了，不得感叹我这里认识的人，你的蜕变最令我吃惊。天顿所发现的一连串罪行，让许多人失去了自己真实的一切。想想那时，我和同事们都很担心，沉浸在这种悲痛里的你会不会就此一蹶不振啊？没想到雷下来你也对往事伤怀的时候啊，事情刚过的那几天，我整个人确实整个人都垮掉了，除了哭以外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。如果不是因为怀上了天天，说不定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。一切都是因为他们。我知道金针玉刑警从小就和你们夫妻2人情同手足，但实在没想到石刑警就会为了替他复仇做到那样的地步。警校里的3个顶尖学员，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活在世上。哦，从毕业以来就没离开过。哟，你是谁呀？金针玉石中剑杀戮瑶，那时候可是警队里出了名的年轻精英，性格外向、调查能力出众的金刑警，沉稳老练、擅长格斗的石刑警，还有性格看似软弱但只会调度一流、枪法精准的沙刑警。你们3个人是警队传奇，也是我们仰慕的对象。你知道我们3个人是
30年前某个恶性事件的幸存者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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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就提到了，这应该就提到了雷夏这谁呀？就是啊，雷东雪啊，雷东雪调查那个研究所，当时说所长在30年前发生过一个案子，有一个案子啊，有可能就是他们这个案子。我们的父母早在那时就死去了，我们3人被一位龙姓的刑警救了出来，住进了孤儿院。怎么又姓龙啊？由于憧憬那位龙刑警的英姿，作为人民警察成了我的梦想。我们在长大后一起考上了警校，并最终如愿以偿穿上这身警服。我们的关系可不仅是同事，而是生死相依、自小一起长大的伙伴。君怡比我和阿战都要年纪，她就像大姐姐一样，总是照顾我。若没有她牵线搭桥，我看阿念那么腼腆的性格，大概也没办法走到一起。我记得金刑警是在6年前的310魔方爆炸事件中，是的，在那次事件中，真宇在发生前几秒发现了座椅下的炸弹，他来不及疏散人群，只能用身体牢牢将炸弹挡住，以减弱爆炸的威力。真宇他在一声巨响之后，和半座剧场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处在爆炸中心的他，却在一瞬间灰飞烟灭，连尸骨都未能留下。他这一走，我顿时觉得失去了半个世界。直到就在1年之后，阿健他为了替真玉复仇，也突然离我而去。曾经的传奇，如今就只有我这个单亲妈妈还在前线苦苦支撑了。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那充满罪恶的犯罪组织天盾，复仇之路还很遥远。我改了这个名字，就想告诉自己，要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缉拿他们到天涯海角。这样想来，沙姐确实是最有理由对天盾充满仇恨的人。不过你可不要误会了，就算我和他有血海深仇，我也是名警察。比起将这些恶徒斩尽杀绝，我更希望能亲手将他们送上法庭。只可惜这么多年来，只抓到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喽啰，高层干部竟然没留下一个活口。抛开最为卧底的第7系干部石中健不谈，第3系子夜在7月6号事件中身亡，第4系象限在机器人研究所中遭到谋杀，作为毒贩的第5系干部汉德在行动中被你击毙，而第6系魁月也被杀死了。这一下死了好多人。如今整个组织的高层就剩下华穗和玉兔2个人，这么算下来，高层干部出于某种原因已经被消灭殆尽，也算是恶有恶报。我怎么又掉线了？为什么呀？我天天啊又连上了，这一天天的断网，真打不开了，我这百度都打不开了。啊，我真服了！只要那华穗一日没有落网，这组织就没有灭亡，急救科还有的忙呢。华穗的事我们检方也光肉很久，但这玉兔倒是很少人提起，要不再趁机多问几句呢？我要的东西，在李小璐暗杀一案发生之前，我曾委托沙姐帮我调查一个特定的场所。虽然那和本案没有直接联系，毕竟是天盾相关地点，我不敢掉以轻心。沙姐，关于那个调查报告，等一下，我去看一下网。我靠，等一下。已成功连接至房间31814721。等一下，我把我的弹幕机再调一下。现在网好像好了。哎呦，现在网好像好了。
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一天天的弹幕老掉线儿。哎，不是这个，设置。OK， 有了，测试一下。龙泉杀 Sense 下划线 CH 说面无表情。哎，我这个这么慢吗？你等一下。欢迎龙泉杀 Sense 下划线 CH 进入直播间。龙泉杀 Sense 下划线 CH 说大聪明。已经派属下好好调查过一遍，你要调查的地方叫做洗衣庸宅，这是第1章那个案子。是的，引发爆炸的遥控炸弹是从那里流出的，所以我对那起了疑心。那个地方是个中式风格的豪华小区，前一阵子似乎出了凶宅，在网上变得很有名。仔细调查之后，有件事倒挺令人震惊的。这座小区竟然是由一家天照民国投资。果然如此，有意思的是，这个小区股东几乎不会露面。我们派人去的时候，现场只有管理员。要不是去年地方发生一起谋杀案，简直要成为世人遗落的角落了。小区里有一堆放着大量旧物品的仓库，遥控器似乎从那里流出的。不过除此之外，我并没有发现任何不合法的东西。我也觉得那地方有点可疑，但不查调查结果来看，应该是咱们神经过敏了吧？感觉肯定有问题啊！是啊，退役之后，牛刑警就在那边工作的，他说明知道点什么。不过我正在为眼下的杀人案焦头烂额，还是晚点再说吧。莎姐，关于天盾的2把手玉兔的情报，这些年你有没有进展？你怎么对这家伙感兴趣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说是一种对未知事物的不安吧。说这个是不是很想逆转裁判？哦操！你竟然还在啊！我刚才断网的时候，你竟然还在啊！我裂开了，我刚才断网了，我靠！是，他原本的作品是逆转裁判粉丝向的作品，就是逆转裁判粉丝做的一个游戏，然后后来他给他稍微改了改。0点说，我以为我卡了，是我卡了。哎，我家自从换了这个 WiFi 之后，我就时不时老掉一下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连不上网了，没有网了，就显示连接的 WiFi， 但是就是没有任何速度，速度是0，我刚才连百度都打不开。我也不知道，应该说是一种对未知事物的不安吧。组织的首领华穗虽然没有落网，但我们至少能从中寻得他的些许痕迹。但这玉兔除了名号之外，我们却一无所知。我很担心这个人会不会对我们不利。国际刑警有关他的调查并非全无进展，只是夏兰啊，别怪姐姐我不仗你。你在证明他与本案相关联之前，有些情报是你都不能触及的。兔瑶0点说，但是我没有从一开始看。啥呀？你说啥没有从一开始看？兔瑶0点说，有点一头雾水。你是说逆转裁判还是这个游戏吗？这个游戏的话，我这边就是肯定很多人都会做，然后我这边也做了，每一天直播的内容都发上来了，应该是没有缺的。只要你记住，他是一名美国人，目前还在某处隐匿着。先前那枚来自俄勒冈州的军事基地定时炸弹，可能是他设外窃取的。这个人几年前已经几年没有活动过了，我不觉得他和案子有任何关联。他停止活动是什么时候？应该是7月1号事件之后吧。OK， 莫非他与7月1号某位死者存在特殊关联？算了，想不通就不想了。我和莎姐观点一致，这玉兔和林小璐死应该没有关系。这么说我很好奇啊，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天盾会揭秘所有人天盾干部的身份啊。我现在觉得华穗有可能就是正道，我跟你说。好了，咱们聊了够久了，还是各自去忙手头的事儿吧。同意等这案子忙完闲下来，我们可得好好去商场逛一圈。对，天天的怎么没有看到他？在视野那儿，等我忙完就过去。OK， 打开99层门了，现在要过去一下。
其实他这边雷夏兰根本没有获得什么证据，只是全部都是对话，感觉差点意思。OK， 副局长大人情况报告。哦，雷姐你也在这里，有个很重要的事情。那防弹衣的来源就在刚刚，本人终于根据编号发现它的运送轨迹啊！你终于说点有用的东西了。遵命，这件防弹衣是来自本国向天照民国购买的特警装备，因为担心天内成员向天照民国渗透，副局长大人曾让本人特意留意这批装备的去向，所以购买之初每一件装备上都被打上了独特编号，是要被发给本国刑警，却在运输中失窃了。多亏了装备编号，我们查了所有室内物流单位，找到这件防弹衣的中转站。这不就关联上了吗？他的名字就叫洗衣庸宅。果然如此，我就知道那个地方还有更多的古怪。虽然死者身上这件防弹衣从那里来的，哇，你这个要是没有从头跟的话，你确实听不懂在说什么。这基本上 Q 了之前所有案子。那个洗衣庸宅是第1章的案子，然后雷东雪去的是第3个案子，然后这个案子是第4个案子的一个延伸，我第2个案子有点忘了。现在第2个案子好像还没有人去 Q 到第2个案子。哦，不对，第二个案子跟第4个案子有关系，因为第4个案子他的人物是第2个案子的人物当中出现的人物，所以他是续着第2个案子的故事，所以基本上就都串起来了。所以就是2、4、5是一个线儿，然后这里又 Q 到了3里面是明确 Q 到那个死者，就是那个所长是天盾的干部。然后之前1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块已经是把1再串上了，属于是把前面所有章子一块都串起来了。OK， 现在直接就去小区了。可以，好久没去了啊！真的，我第1章播啥时候？感觉都好久没去回忆了。洗衣庸宅小区仓库，虽然前阵子这个小区在闹凶宅，不过这个仓库看起来倒是稀松平常。OK。哟呵，这是那个第1章的那个人物啊。今天本小姐就要带大家探秘这栋传说的闹鬼仓库了。这是男扮女装啊，虽然今天形象和往日的小洛洛有些不同，但请各位看官请多多支持。哎，这位姐姐，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？我是检察官来这里办案，请把你的镜头移开。各位请稍等，我要下播处理一件事，大家一定要回来啊。他是男的啊，姓名职业。本小姐小洛洛，鬼怪缠身小洛洛，请一定要记得看我直播，才能上他账号点个关注。我叫马四竹，是名苦不去的主播。本人还兼职汉服、导游、导购、手工作坊、唐人制作、钥匙配置等业务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本人的唐人和钥匙可以做成客官您的模样哦。这是在发生凶案的证人的名字，你就是马四竹，你不是男的吗？而且我记得你案子之后应该被捕了，怎么出现在这儿？嚯，换衣服倒是挺快啊！我真打扮主要是工作需要。我当时确实被捕了，但你也知道，我当时有重病缠身，被判了缓刑。要是不是意外，而且那次事件中你的过失并不严重，现在好点了。那我已经做手术了，一切都多亏那位检察官爷爷。在他帮助下，我和哥哥是被很多人知道了，也获得了不少社会捐款。现在病情基本治愈，前天刚出来透气。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更多人关注小洛洛。那好，我来调查这个案子，正好有事要问你。关于这个小区，你都了解些什么啊？这是个高档的中式小区，人口密度很低。不过它最近很有名，当属各种凶宅和闹鬼传言。今天这间仓库也是。这个地方有什么关于运输或藏匿的非法物资的传言吗？因为之前这里和哥哥做过直播，也是为了找东西去调查过这里。我只知道这里的老板是个外国人，常年不在国内，管理员几乎都是外聘的，管理很松散。我想说，至于不搞什么非法行当吗？对了，你刚才说的闹鬼传言，这间仓库里有发生？快说。
我是在论坛搜集到的，说半夜出来遛狗，路过仓库附近时，听到内部发出金属拖地的声音。金属拖地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没记错，这家伙好像在那个案子里做了一些多余的事。其实我都忘了啊，我来调查案子还和你有点关系。当初这个小区里发生案件中，你似乎要去仓库寻找某样东西，虽然东西寄出了，但附带的明信片却被你落下，有这回事吗？我当时为了治病非常缺钱，所以会在各种渠道寻找可以赚钱的方法。就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自称科研工作者的人，他在征集能前往洗衣庸宅的小区帮忙寻物，只要找到东西寄给他，就能获得一笔报酬。这个黑色遥控器对吗？那个科研工作者他叫什么？自称象限。象限那时就已经有行动了吗？看来天段少了一个子夜，危险度并没有下降。那他和象限有什么关系吗？哦，你还跟子夜有关系？知道并不是非常多，只知道这个名号，我并不了解天盾是什么。我和哥哥之所以变成孤儿，大概是因为16年前的爆炸袭击。我从新闻上才知道，组织那次犯罪的是一个叫子夜的人。如果是16年前的话，天盾组织尚不存在，原来那家伙早在那时候就开始以子夜身份活动了。所以在5年前，我从新闻里知道那个子夜已经被人杀死之后，我和哥哥也就放下了过去，努力开始新的生活。欢迎大死灵法师进入直播间。欢迎大死灵法师，晚上好，欢迎来到沙直播间。现在在播无罪之庭的最后一章啊，应该是最后一个探索部分。您刚刚提到这个象限，莫非也是子夜同伙吗？我当初是为了帮那个天盾的人去做事了，他因如此让哥哥不好，这话题让他变得更阴沉。那有一个糖人吧，你不说很好吃吗？咋的了？好嘞，客官您真有眼光，本小姐的糖人摊就在外边。客官您稍等，小姐这就把外面的家伙事儿拿过来。你在仓库门口等我吧，我还有一些事儿要办。好嘞，本小姐在门口吆喝着，保证你准时出来的时候能听到。这不调查一下吗？下栏吧，恭候多时了。你是，哎呦嘿，这是第1章的那个刑警我都快把他忘了。我当时说牛刑警，我说谁？我说一点印象都没有啊。例会一出来有点印象。好久不见啊！你在这里调查消息，我就从其他刑警那里获知了。刑警已经过去世了，我不过是这小区外聘的管理员，就算脱下了警服为警队服务的心也是有的。再加上咱的交情，有什么需要帮忙尽管开口。我有些问题想问你。你说服装嘛，因为晚上一回家就要做饭，围裙就懒得脱了，那也不用穿着上班吧。我说你当年的能力和功绩都不输给沙姐，如果一直留在警局，绝对是前途无量。没想到你还为我操心这些，我要是在乎所谓前途，当初就不会离开了。沙姐是最近才被调回来的，而且她只负责跨国犯罪有关的大案要案，院里少了你这个得力干将，每次办案我都头疼他。即使我不是刑警了，这也不会有什么影响，你就尽管当我是编外人员，直接分派任务就好了。何况孩子他爸要去了战区服役，家里只有你一个壮年人在，更要注意身体。要是家里实在照顾过来，下班的时候我可以帮你吧？那倒是不用了，下来你还不知道吧？上个星期就顺利完成维和任务回国了，难得有段休假日子，今天看来我们家终于能过上个团圆年了。等这段时间忙完，我上门去提前给你家拜个早年，随时欢迎。正好我也看你带他回家，带他带回家的和平勋章。我就直说了，这个炸弹遥控器从这里流出来，我一直在调查这个地方。光是你在调查，我也对我的雇主起了点疑心。不过我做的都是运营管理的工作，从外面运进来的货物从不经手。遥控器到底是何时从何处运出的，我其实没什么头绪。我当然相信你不会是实践帮凶，只不过现在情况比想象中更加严峻。根据警方的消息，有一批遗失的特警装备曾在你们这里中转。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里包括了一件至少天照明后生产的高科技防弹衣，你可见过这样的东西？没。仓库里的每件货我都清点过，绝对不可能会有这样扎眼的东西。这就奇怪了，会不会小区内存在你不知道的其他仓库？我在这里工作挺久了，没听说过这样的地方。如果你能等的话，我可以打个国际长途问问这个小区的房产公司老板。因为逮到走漏风声，我已经私下调用人脉调查你们这个小区的所有者了。这个信息恐怕连警方都不知道吧？你行动还真是迅速，我只知道他是一位来自天照民国的商人。不是他，正真正的掌权人。
另有其人。即使是这样吧，即使那位商人也很露面，他从来没下达过任何经营方面的指示，只是偶尔会将新到的家具货物运进来。你看他报告了小区报告的售卖、租债和管理情况，他每次都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。直到那枚炸弹遥控器出现之前，这个小区并没有处在事件的中心。那个人是什么来着？我忘了，是我有点没太注意，当时说那个人是谁。我要问的就是这些。接下来我想对身为管理员你申请搜查这里，请你出示一下搜查令吧。真的，你没办法针对这位管理员，我不能在没有看到搜查令的地方让你任意行动。欢迎中心破忍进入直播间。中心破人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现在在播无罪之庭，不过另一方面，我既然是本国公民，也要行使公民的权利和义务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如果这里真出现过失窃的特警装备，将是一起严肃的刑事案件。我为了周边社区安全。忍说，大会员粉豆人下划线愉悦。哎，你这回换了，我还以为你又是什么来了呢。你换表情包了。为了周边社区安全以及雇主利益考虑，我应该把这件事调查清楚。佣金是每小时1元，有这样有问题吗？启动别墅和我的官员小屋以及后面的仓库结构都是非常简单的，简单的建筑。如果这里经有什么问题，多半就在这间仓库里。OK。啊，终于调查可以调查了，让我大调查一下。我会不会藏在这个墙的后面啊？总感觉这个墙是可以拆的，没准，哎，墙一看，哎，后边还有东西啊。只有1层楼 ，OK。这面国旗是天照民国的国旗啊，神圣菊花旗。那小区建成时就有的，没有拿下来洗过。我觉得你可以扯一扯。没准扯下来之后扯出什么东西呢？上次调取记录还是在发生杀人案的时候。我不建议这么做，至少也要整整1周。一个实木家具，中国都非常重视，会不会藏在这些家具里？好了，仓库怎么就这么点东西，都是些家具？你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？允许我试了一下，果然啊，这个果然是得拉一下这个。哎，果然吧，就是想按门吧？什么？这是按门，真是意料之外的收获。这么黑是地道吗？欢迎伊利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这仓库里还有地下室，现在在播《无罪之庭》的最后一章，我从没听说过，赶紧下去看看吧。果然啊。暗门那一套机场狭长漆黑的通道，我和女性得借助微弱的手机照明才能前行。我去，你不会出事儿了吧？我这感觉你不会就是知道消息了之后然后出事儿了。蜿蜒路径持续了100多米，当光亮再次来临时，我们不禁张大了嘴巴。这些都是什么东西？是失窃的警用装备？不对，这可不仅仅是警用装备，这些武器可以被称为军火了吗？用他们装备一支小型部队绰绰有余。你们近2年追查那个犯罪组织武器的来源，该不会就是？真是不枉我查了这么久。女刑警，你来控制局面，我叫沙刑警来接管，保证就是包在我身上。那赶紧把这事情报告下去，看来明天的庭审会变得非常有意思。感觉上去就出事儿啊！那个训小尾头这时候应该回来了。哦，我还以为会出事儿呢，我以为会被击晕怎么着呢？还是让你查到了，这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点的小发现啊。他是发现了一个，红叶这边记录了一个只有7天寿命的人，这是比较最主要的发现。
还有一张那个照片跟那个古仙上拍的照片是一样的心形裂痕，他是发现了在真正101层对面的那个大厦里头是具备这个应该是有射击的可能，就是窗户开着并且有硝烟反应，这是他最大的发现。然后他发现了就是在第一章咱们那个小区里藏着一个军火库啊，来看看你是什么发现。哟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哦，我有印象，这大哥全是脑内对话啊，这嘴上不会，嘴上就是点点点点点。上午庭审比想象中还要麻烦，案件不仅和天队有关，还卷了个外国政要进来。特别是我这份刚从法院出来就接到的搜查报告，让我选择了青山矿坑作为今天搜查开场。没让雷检来检查这里，大概有我自己的私心吧。本以为上次的案件发生之后，这里会冷清的一个人都没有，可出乎意料是有个不着调的家伙早早的候在这里，不知道忙活些什么。哟，你怎么还在啊？虽然只在庞丁西见过你的英姿，但打过一个照面就不算生人了。你这一打扮时髦入流，不4个照就可惜了。别的不说，来摆个 pose， 哀而不伤的姿态嘛。嚯！这是第4章的一个证人啊。其实我比较喜欢想见到第4章那个郑大钱，因为咱们的这个死者，看有死者吗？对他啊，他之前就是犯过事儿之后就逃命吧，逃命之后他换了一个身份，成为这个第4章这个其中一个人的老婆。吵死了！啊，你来这里是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踩点吗？都怪我上回摊上的客户，他要求实在苛刻，拍了一套之后还觉得不满意，不依不饶。没办法，这种地方能碰见熟人，怎么着也得花个时间来打招呼。不过正好他是个摄影师，可以问他关于那个视频的问题。哦，那个视频啊。你是个摄影师，还有自己的工作室。哦，那个事儿。OK 啊，赶紧说正事。我是想让你看看这个。哎，对，我瞧瞧，这是一个视频，这不是什么都没拍到吗？对了，拍摄的人年事稍高，对机器也不熟悉。这不是让我蒙对了吧？这样收录的画面本身光线就不足，这可不是随便搞一搞就能补救的。就像是在没有光线情况下，再怎么凑近也无法看清东西。就像这样 ，OK， 有一个新型的啊，他也发现了，他也调高亮度了，发现了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调了也没用吧？这光圈什么玩意儿？不会是镜头脏了吧？开什么玩笑？出现在贸易中心9层的，怎么会是这个东西？哦，他对这有印象。等等，如果这个图案出现在那里，也就意味着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等一下，外国人，大哥，你是不是也有身份？这块有提到过美国人吗？30年前的案子跟美国人有关系吗？我有点忘了。我操，每一个人都不简单啊！我有点忘了。我想想，如果只是把光圈的部分调高清晰，哦，美国人是他，月兔，对，我就说怎么记得有美国人呢？他有一个美国人提到谁？是那个玉兔，就是天盾的其中有一个案目玉兔，他是一个美国人，正好和他这个就对上了，对吧？他是一个美国人，但是他又懂这个诗词，所以他起了一个名字叫玉兔。OK 啊，当上过那些事儿，哪些事儿啊？哦，我操，你还跟那个761号有关系？
那可是我的心里哦，对对对，当时你是证人，好像是。一下又是偷窥狂，又是恐怖分子，又是疯狂轰炸的律师，还有特别凶的检察官啊！可惜后来他跟那个恐怖分子孔维远真天妒英才，那是我父亲。那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你别吼我，过去了没事儿。原来小哥你也是那个事件关联者，对于我来说，不光让我放弃记者改做摄影师的转折点，也是一种奇妙的命运的开始啊！你看那7月1号事件之后，前阵子就是这个青鲁山发生的案子，也不是吗？最后那个机器人小姑娘，法人天的爆炸声也是，很长一段时间都让我睡不着觉，就好像背后还有什么巨大悲剧拉扯我们这些人，感觉兜兜转转总还是回来的。哇，真越说越可怕，玄学真是解释不通。虽然他说的没有道理，却不得不承认我也有这样的感觉。不过他知道林小璐在昨天刚刚遇害，亲手案子还是我们，会是什么心情？再会。这个星星光圈，如果是我想的那样，食材可糟透了。感觉有可能就是天盾的什么什么标志啊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哟，果然啊，挣大钱啊！老婆死了怎么样？打扰了，郑先生你好啊，对不住，你是那天法庭的检察官。啊，对，陆检察官，您大驾光临是有何贵干？有些事想调查一下。抱歉，可以问您点问题吗？陆检察官，有问题你直说，咱愣着这干嘛呢？难道你要问的是和云燕有关？怎么说呢？莫非云燕她有消息了？上次打完官司回来之后，我一直开始真的没办法接受这种结果。不过我自己在矿下待了这几天，今天也就想开了。云燕她前半生背负痛苦，估摸着比我能想到的还要大很多吧。大家都不容易，她能做出这样的事来，想必经历了很多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。这么一想，不管她怎样骗我，或者干了多少坏事，我已经能理解了。但是她即使成了世界级的通缉犯，我还是没办法放下她。闲下来的时候，还总感觉她在我身边似的，安安心心做着她的活，跟平常一样。虽然就是莫名其妙到处走，现在忽然能够看到他。我说我跟他的婚姻关系应该还有效的吧？如果真的有什么消息，我作为他家属，你是不是应该和我知会一声？那对不起啊，你老婆挂了啊。殷夫人确实有了消息。是的，但请您务必做好心理准备。殷夫人于昨日于天际贸易中心身亡，嫌疑人目前被捕，相关审理于今早开庭了。对他的事我深表遗憾。中心破，忍进入直播间。欢迎中心破忍回来，私人已逝，请您不要过度悲伤。哎，因为他的身份公开以后，我就会料到我有今天。那可是杀人罪，而且他还背负了不止一条人命，无论如何他都是要偿命的吧？果真想要云燕他回到我身边，根本就是不可能。2年了，想想这2年的缘分，比我这些年赚来的钱都要奢侈得多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请节哀顺变。那个很抱歉，还有一件事要问。这片矿区是您在5年前收购的吗？没错，这矿井原主人打猎的不太景气，又出现了绑架案，警察突击营救过后，整个矿区就废了。我趁这个时候去找原主人使劲压了压价格，才算捡了大便宜。有没有整修过地下的废弃矿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废矿之所以叫废矿，就是因为它不能开采。我才不能花钱清理那种既不能产矿又不能藏棺的地方，这几年就一直搁置着。谁知道我这样疏于管理，才酿成这样的祸事。哦，5年前留在那里的痕迹应该一直没动，我现在就想调查那里，可以吗？我要调查的是更早的事。OK， 下去了啊！我已经解除了百度摄像机的时间限制，你可以随意使用。好了，请吧。矿坑公园的参观区除了岩洞观景区外，还有一些现代的娱乐设施。调查涉案件时，我已经来过这里了。
今天首要目标不在这里，继续向更深处前进吧。哇塞，这当时那个画的这个人的这个线还没清呢。哈哈。为什么我身边有这么多狂战士啊？这个世界是怎么了？看样子就是5年前绑架案留下的痕迹了吧？这个铁罐上的灰迹和锈迹并存，已经很久没人动过。罐子上的编号是 HOB206，应该是颗血人炸弹啊！我逃跑或者过岛都来不及，这么距离我还只能等死。说起来这东西怎么还不爆炸？瞧不起我吗？看来已经是个失效的炸弹，算我命大。没想到研究员居然会粗心到把炸弹丢在这里，就算失效了也是危险品。这里炸弹说不定另有文章，我得亲手去确认。这么恐怖的，亲手确认。一段截掉的粗绳，对面看是野战刀割裂的。5年前，银河应该就是被天盾组织绑架在了这里。这个绳结原来如此，我一直以来的怀疑果然得到了验证。你验证什么？操，大哥，你谜语人！我看这边就差不多了吧。按照计划，本应该返回检察院和雷检会合，我手头突然出现了一个比那个更重要的事。为什么偏偏是那个图案出现在这里？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原来父亲的遗言。我操，又他妈有遗言！我，谜语人！为了确认一件事，我现在必须要动身去个有点远的地方。侦查那边有雷检的，他的办事能力毋庸置疑。明天法庭上，5年前的旧案势必会翻出来，到时候不能两手空空。OK 啊，走了啊。去哪儿啊？问。哦，查家村。哦，你这是把第2章的案子给捡起来了啊？那个叫查红叶的人就在这里长大了嘛，有这样一记忆，心态也会平和不少。有个医术很高超的医生，我死刑目的就是去找他。OK， 啊，直接碰到了。你好，检察官陆春潮，如此失礼，查医生，你不是关进去了吗？你不是凶手吗？哦，不是，最后给他辩护了一下，就说他是这种误杀，就没让他坐牢。你不也这么说话吗？竟然遇到一个比我还能憋的人。我看过案子的材料，恭喜你平安返回村子，这也托了田牧阳和龙律师的福。你专程来此是为了村长与红叶的事吗？并不是，我个人有些事情想要请教，应该是只有你这个崔能解答。夜盲症综合症啊，这个就是第2章提到的事情。这在本国恐怕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了。如果不方便的话，没有不方便，谈论这个话题是查某的义务，不胜感激。这个夜盲症，查家村的每一位村民应该都有吧？是的，夜盲综合症是极为罕见的基因疾病，病因至今不明。又以推及节来，我村族谱上有近千年南宋时期建村的始祖传记。夜晚目不视目是由他开始便深入每一位村民血脉的特性。这种病现在可以自愈了吗？阁下若是早几个月问，此病仍是不治之症。近期查某已经结合中西医技术，研发了抑制病症的药物。操，这么快！虽然病症本身并不可根治，但服药期间却可与常人无异。这药的事我了解了，但他在近期才问世。那么几年前呢？几年前？是的，5年前应该没有这样的药物。自然没有，那时患者虽可借助机器一探夜色之美，但终究与真实不同。除了夜晚目不视物之外，患有死病的人在黑暗中行进的行动力如何？
自然的夜晚多少还有灯光和灯火，而人为制造的黑暗环境可能比夜晚更暗。没有门窗、灯光昏暗的密闭空间内，患者恐怕与失明没有区别。哦，所以那张照片漆黑一片，但却有一个形状，有可能那个人是查家村的人，就是可能是给查家村的人看。那也不对呀，那如果是查家村的人就不应该有痕迹啊，直接亮堂堂的不行吗？不太对。假设有一位这样夜盲症的患者，他没有任何射击天赋，也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，他在黑暗中受到一名歹徒的袭击，那他是否有机会开枪射中这位歹徒？机会当然是有的，毕竟朝着任何方向随意开有足够命中的可能，但若考虑的命中率就如用针灸将死人扎活那般不牢靠，这几乎不可能。查姆不仅研究此症多年，我本人也一名患者，如你所言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。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不懂？我去！从刚起，他的脸色始终很平淡，看不出什么异样。这段时间，这个宁静的小村庄遭遇了多次打击，夜盲症的曝光、村长一事，还有查红叶的事。我算是当事人之一，尽管事情不是我挑起的，却有些愧疚。因为检察官办事不力，让这个宁静的小村子受到很多伤害，非常抱歉。无需道歉，你们已经尽力了。但是，村长和红叶的事曾经一度让全村沉浸在悲伤的情绪当中。但是我对诸位仍充满希望。这样，他们的事虽然遗憾，但回头想来，或许这样的结局本就难以避免。只是这题外话，这些日子受到极其大起大落的冲击，一向足不出户、深居简出的村民开始向外走动，他们想去了解村长和红叶在外界经历的故事。红叶在踏出村民时，曾对外界全新的世界充满期许，现如今他正在将这个世界带给我们所有人。人总要是往前走。加油吧，年轻检察官。 OK， 你刚刚提到查红叶的村长局是难以避免，什么意思？那从一段悲伤的往事讲起。要 Q 了。这里不会要讲所长的事了吧？16年前，查家村曾在一次天灾之后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瘟疫，但是查某还是一名少年，亲眼目睹了数十名同胞不治身亡，红叶的父母也在这场灾难中死去了。瘟疫除了夺人性命，也给侥幸受到治愈的留下了慢性的后遗症，这其中就包括婴儿的红叶。查某之所以出尊苦读，远赴海外修习医术，也是受了这个浩劫的影响。可惜的是，我在充分了解当年疫情之后，已经明白红叶的身体已无药可救，他在2年前便有了日渐虚弱的现象，能够活到去年已经是奇迹。查某着实不解他为何一夜之间突然好转，好像从未患病一样。在那之后，查某邀请红叶继续配合检查，却遭到村长强行阻拦。查某曾经百思不得其解，直到听到了年底的事情才恍然大悟，是机器人啊！查某曾在海外留学，并为全无见识之人，但是仍为日益先进的科技折服。可惜他是我们那位并不熟知的红叶，也造化弄人，愿逝者安息。都过去了，不足挂齿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谁？雷夏兰前辈，快回论我们有的忙了。我所位置有点远，恐怕快不了。我才不管你在哪儿。OK， 这是已经查到这个发现军火库了。查一声城门关着，虽然很想进村逛逛，但今天怕是不行了。那么我走了，保重。你也一样。告别这位身居山村的神医，我以最快速度搭上了返程的大巴。前辈虽然脾气火爆，但本身强人所难。OK， 我怎么看不出来呀？你这天天自己知道也不告诉我。本以为本来是收拾银河的绝好机会，但眼下的事态真是越来越复杂了。毕竟对手是那2个人，他们如果抓住那件事的破绽，绝对不会剩下把干休。哪件事啊？这事儿太多了，这回回都是事儿。现在有一个，那应该就是5年前，有一个30年前所长出个事儿，不知道。然后7月1号事件什么情况不知道。5年前那个银河被绑架什么事儿不知道。啊，全都是事儿，哪个事儿啊？我操！我从那天起背负着很多旁人难以想象的责任和一个巨大的秘密。如今的我们终于翻开了最终章的乐谱。OK，
音乐会明明是一片欢乐的海洋，可当明天演出拉下帷幕时，就让人笑了出来。OK 啊，这就是全齐了啊！最后一个陆春潮搁这儿玩谜语人啊！故事即将迎来终局。保存 OK， 这回是法庭了啊！哦，不是，应该是两个人开始对一下，开始双方两开始交换信息了吧？从5年前石警官死亡案件开始，熟悉的老面孔不断在各种事件中浮现，这一切像命运安排一样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。我也好，龙叔也好，还有姐姐陆姐，都像木偶一样被玩弄在鼓掌之上。不会出事儿了吧？哦，不会他们4个人聚在一起了吧？明天其实可能会发生很多状况，你开始准备好了？当然，那就好。这个案子可比想象复杂的多，你当心要引火烧身。明天审理一定会牵手是这些年一系列的旧案。陆检对我有知遇之恩 ，OK， 这是那个761号事件啊。检方的调查结果和实际的证物不能分享给你，趁我还没改变主意，给我瞪大眼睛听好。哦，这要直接说了吗？在那之后，姐姐将他和陆春潮今天所见所闻都告诉了啊！我就说呀，那座藏有的军火库，刑警金宇镇的牺牲，还有天顿这些年的变故。陆检今天先后走访青山、矿山和查家村，连姐姐也搞不懂他的目的何在。算了，如果是那家伙的，大概没人能搞懂。天顿的干部仅剩玉兔和首领华穗还在世，有可能玉兔是他，华穗是他，有可能是他俩。但是查家村谁还有夜盲症呢？就是这个夜盲症会是谁呢？应该是有一个人有夜盲症吧？他有夜盲症，他俩是日本人，不可能有夜盲症，就他俩还能有谁呀？若本次案件天顿涉及其中，他们2人究竟参与多少，谁都不能知道，一切还要等到明天庭审才能揭晓。我能说就这么多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希望明天不要受到太多外界干扰而做出草率的决定。你心里我都很清楚，那个案件决定的不仅仅是银河是否有罪。OK， 看来要铲除天顿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个人觉得他就是天顿的那个华穗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哥们儿也太有可能了。姐姐还和以前一样，一点都不坦诚呢。你终于回来了，情况如何 ？OK。OK， 把信息交换，交换了一下啊。好，龙秀峰和雷东雪的物证资料也被整合在一起。是的，还有陆检今天突然跑到青鹿山矿坑去了，据说是想调查5年前的绑架案。看来林小璐的死和761号事件的关联远比我预想的还要紧密啊！我们必须要重新审视5年前法庭内那起恶性事件。事件过去了这么久，案发现场早就被收拾干净。当年为了保证运动会继续进行，这个案件已经被警方结案了。不过被调查的不只是现场，为了避免相关证据处理到，每年都会去政务室确认一下，有些东西更会随身携带，比如这个。哦，这个照片啊，是的，当时事发突然，你我2人乃至整个法庭都处在巨大的混乱中。
我们当年并没有机会仔细调查，但事到如今，我们掌握了更多额外信息。哦，要重新调查这张照片吗？优秀的律师即使没有在案发现场，仅仅是观察图像，也可以收集分析。当时杀死宇文英语的人和眼下凶手一定存在某种关联。OK。陆老师在被袭击之后存活了几分钟，对吧？对，陆简身上有3处刺伤，虽然伤及脏器，但没有命中要害。宇文英语会犯这样的错误吗？那时房间是完全黑暗的，就算是他想要连杀2个人，也需要费点力气。陆简身上最大的谜团是他到底何处拿了这把手枪。是的，在休庭前一刻，陆老师并不在法庭里，或许有人先从法庭里拿到枪，再移交给他。当时我没有和司处所长在一起，你也没有和陆简在一起，他们2人的状况恐怕已经无处可查了。欢迎白毅 L 进入直播间。欢迎白毅 L， 晚上好。现在在播无罪之庭，欢迎来到山下直播间。现在在播无罪之庭的最后一章，司徒所长。司徒所长是被宇文英语用那根利刺刺中心脏利刺死亡的。即使看照片，也能从伤口位置上判出血量判断这一击致命性。宇文英语的搏斗能力实在了得，他也是看准了这一点才出击的。不然依所长体格，2人一旦进入缠斗，宇文英语就算能赢，也免不了受点伤。司徒所长一定是为了阻止宇文英语逃跑才牺牲了。我个人感觉啊，枪可能不是他们3个中间有人射的，可能另有人。这个木条就是宇文英语在刺杀2位前辈的凶器了。是的，这些某些国家特工才会使用的诱捕武器。平时被拆分成很小的木片贴在身上，可以躲过大部分案件。当需要时可以快速组装，其韧度和硬性在近身中可以提供很大的便利。那宇文英语恐怕一直都携带这样的武器，难怪他当年敢潜入试用会的现场。多龙书这么冷门又机密的知识你怎么会知道？哎，你看我像，都是老爹告诉我的。这样的武器林小璐身上会不会也有？应该没有吧。这么强大的渗透和反侦查能力，可不是自学能成才的，应该有高人指点。目前看来，杀死2位前辈的是宇文英语，这一点没有争议。我感觉杀死宇文英语的可能就是那个正道。哎，那个案件的时候有正道吗？好，哎，哦，有，因为林小璐是他们那国的人。案件的关键果然还是到底谁是杀了宇文英语。宇文英语的死因是心脏被子弹击中，瞬间死亡。能击毙他的人枪法相当出色，当时房间内如此昏暗，宇文英语还是名原种特兵。如果察觉到外来危险，他是有能力卧倒闪避，甚至快速夺枪反击的。警方正出于这种原因才排除了外来人作案的可能性，他们认为只有在精神缠斗中才能造成这种结果。的确，这么昏暗的环境里，只要发出一点光来，就能立刻被他察觉到。如果开枪的人不是陆老师，那凶手如何隐藏自己的踪迹潜入这个房间呢？除了隐藏性之外，倒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。是不是有人辅救？这个就涉及到那个他为什么要去查夜盲症了？是不是有人吃的那个药？但是之前刚才陆检察官已经问了，是这个药呢？当时这个案件出现的时候并没有，这个就比较麻烦了。凶手如果做不到隐藏性器，可以采用另一种方式，就是他将宇文英语的注意力吸引至别处，例如在潜入的同时，突然间从另外一个位置制造光照声响等。你的反应再快也需要时间，而瞄准和射击对鼠手来说只需要1秒钟。这里用白布盖着的就是003和004吧，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放在被告房间。我这位检察官确实没怎么接触过，但是警方对机器人的认知有限，只把他们当成可能与案件有关的物品随意放置。仔细看，2部机器人双眼还放着诡异的光，是用来吓人的吗？哦，7是什么意思？7是不是？想想啊，哎，我的那个显示那个它的7在哪儿？哎，
没有那个7了吗？哦，在这儿。7。红叶的记录虽然没有删除，但是他却……那真太可惜了。有关那时的全部影像资料，也就只有我们今天拿到这张奇怪的截图。7记录的不会是这个时候吧？仔细看这块毛绒布的白布上有个黑色小圆点。不对，龙叔，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，这个名字叫轻的机身下肢一直处于损坏的状态，而损坏的原因是他腿部多年前被一枚子弹射中了。如果把这个圆点理解为子弹弹孔的话，中弹位置就是机器人腿部。但是当年警方的结论，陆老师如果真的和语文英语同归于尽的话，他就要先击中轻的腿，然后再射击语文英语。哦，那就相当于开2枪。从这张照片上能看出来的情报应该就是这些，再结合我们今天拿到的证物，确实比5年前有点眉目。明天庭审上，这桩纯粹多年旧案说不定会被重新翻出来，我们有必要提前做完准备。OK， 还有对话呀，我以为要结束了。当年李小璐、惠理香趁乱逃离法庭之后，立即在法庭内切断了电源。按照当时警方的推断，语文英语看准了断电时间，立刻从身上取出了木质利刃并组装。他先刺死了司徒所长，然后又重伤了陆老师。陆老师再锤死自己开枪反击，这样才造成3个人同归于尽的结果。我们5年来一直无法解释问题是陆老师的手枪究竟从何而来。如今看到了轻腿部子弹后，还要考虑现场到底谁朝他开了一枪。击中语文英语的子弹并没有穿透他的身体，也就是说，这杀死他的人至少在房间内开了2枪才对。但你仔细想想，当时亲身经历是怎样的？你干什么？刺到我眼睛了，不好意思。1枪，只开了1枪。这样想来，我们才听到的枪响只有1声。没错，那一天的发誓我绝对不会忘，相信你也一样。该不会是其中一次开火发生在门关闭的时候，另一次是在门开启的时候？陆坚已经被语文英语伤成那样，他有力量做出开门关门的动作吗？就算他有必要这样做吗？如果开门的是语文英语，他就可以直接跑掉，所以应该不是他。司徒所长呢？他中被刺中的部位是心脏，几乎是地级毙命，不可能做出任何影响现场的行为。也就是说，现场肯定有一个外来人员打开了房门并开了1枪，甚至是2枪。预料之外的来访者，我们追查人物果然是存在的。从表面上看，警官性最高的自然是林小璐，毕竟他有十足的动机。5年后的今天，能把消失的手枪也在他身上找到。如果是他的话，有一点完全说不通，除非他排除他不会用枪这一点不谈。但是他已经当众袭击过法警，是板上钉钉的犯罪分子，他根本没有必要将这把枪从现场带走，因为他不需要掩盖任何事情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大费周章伪造现场的一定是警方预想之外的人物。一直未能接受调查人，恐怕就只有陆老师耍的先反应，会不会也是这个人外来人员伪造出来？这个思路没有错，但遗憾是陆检耍的先反应，我仔细检查过，硝烟扩散的形状符合正常开火模式，没准是拿着他的尸体开枪。哦，如果有人强行将他手塞到手里，再替他扣动扳机，是不能留下这样的痕迹的。试图射击那位入侵者。除了天盾首领华穗之外，还有一个人一直处在我们的视线外，那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第2系玉兔。关于他的情报我们知之甚少，甚至连警方都没有掌握他的活动踪迹。这个人不会是一直5年来隐藏在暗处的幕后黑手吗？但玉兔是个女的，所以你又好像又不是。妈的，不会是你吧？天盾成员在7月1号事件当天确实有可能前往法庭援助子夜。就算此人时隔5年出现在天际贸易中心，我也毫不意外。但我不能总在法庭上指控一个连真实身份都不明确的人。目前我们可追踪线索就只有红叶身上芯片上留下的不明痕迹。这件证物不仅警方没有掌握，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。明天将是我们真正的王牌，到底要在何时怎么使用它，一定要考虑清楚。怎么的了？明天站在主编位置的人是你，
应该知道我们的目的不仅是拿到银河君的无罪判决。761号事件的真相，华罪的真实身份，隐藏在银河正道背后的故事。我想把这些事都调查清楚，既是给死去的布老师和司徒所长一个交代，也是为了追查真相而放弃检察官身份，成为律师的自己的一个交代，更是为了红叶。明天谁得是我们天盾的终极决战，我不会退让半步。收到情报之后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不，与其说预感，不如说结论吧。说不定这个案子深入下去，会引出某个让我们难以接受的事实，而我们审理中的选择将改变很多人的命运。哦，这里边它是有这个双结局的。哎呀，也许并不是这么严肃的事。我一直追随司徒所长的理念奋斗至今，虽然我相信那是正确的，却少了几分变通。反倒是你，有个嫉恶如仇的姐姐，曾经在海外留学，不仅兼备中西两边的法律思想，你同时还在律师、检察官两个席位审视过这个法庭。如果必要做出某种选择，还是由年轻一代你来做决定更为合适了。经历这么多事件，早就不是那个刚入行的新人了。放心好了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啊，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，让自己做出不后悔的选择。好。OK 啊，搜查终于结束了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直播也结束了，大家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我明天播剑星哈，大家明天见，拜拜。加了小会儿班，大家拜拜。